美国印度化、印度神仙化，这原本只是网友对美国社会分化的调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句话所适用的领域正不断扩展，从尸骨频出的军工基建到无法实现的政府画饼，这些曾经被视为印度笑话的一切，也开始在美国频繁上演。尤其是在特朗普再度上台之后，就连美国白宫的画风都变成了无视现实的胜利无处不在，看起来像极了印度迷之自信的样子。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画风为什么竟然在向被全世界当成笑话的印度靠拢？美国与印度曾经是完全不会被放在一起对比的两个国家。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是备受向往的人类文明灯塔，有着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队和力压全球的科研能力。美国制造在世人眼中是精密先进的代名词。虽然美国事实上早已去工业化，但许多人都相信这只是因为美国嫌弃搞工业辛苦还不赚钱，主动放弃。只要美国想，就能迅速复活为二战时那个独占世界一半工业生产的工业强国。印度则是全球知名笑柄，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偏偏还有种迷之自信，觉得什么牛都敢往外吹。直到21世纪的第2个10年，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人们能够更加便利地了解其他国家的真实情况。加之中国国家实力不断发展，民族自信、文化自信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中国网友摆脱了对美国的崇拜滤镜，转而开始注意到美国旋转门下政商勾结垄断，名为快乐教育，实则通过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差距扼杀上升通道等阶级固化的情况，以及美国那越发尖锐的种族歧视问题。提起阶级固化、社会歧视，作为典型的代表当然是印度的种姓制度。于是当有博主提出美国印度化的概念后，立刻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与支持。一开始这只是对美国社会分化的调侃，但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一概念最初的适用范围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广泛。不知从何时开始，美国军机坠毁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基建事故也变得愈发频繁，德州大雪停电和俄州毒列车脱轨更是让这一问题彻底出圈。这些曾经被认为是只有印度才会闹出的笑话，竟一一在美国上演，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无疑是美国的去工业化。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喊出了再工业化的口号。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意志如何抵得过资本逐利的本能？于是所有的再工业化政策目标最后都被证明只是政府画饼，美国制造业在 GDP 中所占的比重仍在进一步下降。这种高调宣言而难以落实的治理状态，显然也很不符合美国一言九鼎的世界霸主形象，倒是与印度中央政府雄心勃勃却碍于治理能力低下，被地方和各路利益集团阻挠，计划无法落地的画风十分相似。美国民众对于国家的堕落也并非毫无感受，他们也认为美国会变成这个样子，其中少不了资本这个深层政府的作用。为了改变现状，他们在2016年将反建制、反精英的政治素人唐纳德·特朗普推上了总统宝座。即使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的表现并不如意，也没有动摇对他的支持。2020年，特朗普的普选得票数甚至还有所增加。只不过，由于民主党在几个关键摇摆州的表现更好，特朗普输掉了这次大选。但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却并不气馁，对于2020年的失败，他们均认定是民主党选举舞弊。到了2024年，这些特朗普的支持者更是将背着重罪指控的特朗普再度选上了台。在这次竞选期间，特朗普宣称他已经吸取了上次失败的经验教训，上台之后将彻底清算深层政府，让自己的政策得以顺利推行。上台之后，特朗普也确实大刀阔斧，又是接连签署总统令推翻原有政策，又是任用马斯克领导政府效率部裁撤冗员。那么美国的情况变得好起来了吗？其实并没有。在特朗普的一通操作之下，美国的通胀问题愈演愈烈，企业压力越来越大，就连一贯坚挺的美国股市都开始转头向下，意味着资本正准备逃离美国。但美国政府和特朗普支持者们似乎并不这么觉得。白宫官网上赫然挂着，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人民又收获了无尽的胜利。MAGA们依旧在为伟大的特朗普总统热情欢呼。这种无视现实情况、公然宣称胜利的姿态，给人的感觉像极了印度那迷之自信的样子，这让一贯讲究实事求是的中国网友看得目瞪口呆。你美利坚好歹也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怎么就变得和印度一个样子了？其实，如果带入美国的立场，就会发现，美国会变成今天这个看起来有些魔幻的样子，完全合情合理。自私是人的天性，资本更是贪婪。美国资本想要垄断国家权力，一点也不值得意外。
在冷战时期，由于苏联这个对手的存在，美国要与苏联争夺民心，这些资本家也担心一旦输给苏联，美国会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尚且不敢做得太过，要给民众福利和上升渠道。但随着苏联的衰落和解体，没有了对手的资本家也不需要继续装模作样，于是美国开始推行快乐教育，开始放纵毒品问题，并且疯狂给高等教育涨价。这样的政策必然导致美国普通人堕落越来越容易，学好越来越困难。美国的精英阶级就可以通过精英教育与普通人拉开差距，让精英地位世代传承。这样的操作确实起到了固化阶级的效果，但也导致了美国底层的素质下降。但是在工业化的时代，就算是底层工人也需要相当的知识水平，美国底层的素质跟不上，对美国的实体工业来说显然不是个好消息。好在此时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资本可以全球流动，不必在本国死磕。美国顺势开始产业转移，只将最赚钱的部分留在本土，苦活累活统统外包。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工业才是最重要的生产发展部门，没有了工业，再多的设想也无法落地。去工业化的美国赫然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世界的创新格局变成了美国负责设想，中国负责实现。对此，美国口头上声称中国实现突破的领域都不重要，实际上却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毕竟，美国在历史上就是凭借生产力优势超越了大英，拖垮了苏联，才获得了如今的世界霸权。如何会不担心中国如法炮制，取代自己的地位呢？于是，美国试图引领制造业回流。然而，对于资本来说，美国合格劳动力不足且用工成本高昂的问题未得到解决，美国的基础设施状况还在去工业化后的这些年中愈发糟糕，怎么会回美国自讨苦吃？即使美国政府已经用尽了所有能用的手段，美国的制造业依旧看不到复兴的迹象。到了这个份上，美国已经很清楚自己没法战胜中国了。就算如今还有存量优势，但这点存量早晚有耗尽的一天。但美国不能对外承认这一事实，因为在失去了工业优势后，美国其实在靠霸权吸血来维持自己的繁荣。一旦承认了自己的虚弱，这套吸血模式就没办法继续，美国可能要陷入崩溃。所以，即使从现实数据来看，美国已经输了，但是美国还是必须要继续赢下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建制派盯上了软实力、巧实力，开动舆论宣传机器，搞出了一套美国过去赢，所以现在也赢的逻辑，对中国的成果进行掩盖和抹黑，动辄，但代价是什么呢？可这样的强辩到底难以服众啊！尤其是在美国民众感受到自己的生活正在变得糟糕，却看到中国正在越来越好的时候，愤怒和惶恐让美国民众抛弃了传统建制派，试图通过选出一个强势总统来改变现状。特朗普就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成为了那个众望所归的人物。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已经证明，美国的问题绝不是换一个总统就能够解决的，但他又不能辜负美国民众的希望，因为如果未来中期选举失利，自己恐怕是要倒霉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特朗普干脆直接搞起情绪政治，通过放出各种惊人言论吸引眼球，让民众相信自己再带着美国赢就行了。反正在美国长期的愚民教育下，美国底层大概率看不出特朗普言论中的逻辑漏洞，这就让美国的画风看起来越来越像那个凭借唯心主义相信自己一定在赢的印度。2023年年底，印度经济时报公布了印度最新军购计划，包括97架光辉战斗机、156架 LCH 轻型攻击直升机和新的航母建造计划。看惯了印度在国际军火市场上的大手笔啊，这份采购清单的国产化程度高得让人不太适应。印度的国产武器比进口武器好用吗？这一点恐怕印度人自己都不好意思给出肯定回答。光辉战斗机、印度国产航母，还有不在这一次采购清单中的阿琼坦克，那可都是互联网上的著名笑话。那为什么这次印度要一改往日的风格，全部采购国产装备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条必然是印度被割韭菜，割怕了。俄罗斯是印度最大的武器来源国，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军事合作可以追溯到冷战前中期。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中印边境冲突公开化。为了支持印度制衡中国，苏联开始向印度提供米4直升机、安12飞机和各种工程设备。1962年8月，苏联又和印度签订了第一笔大规模军售合同，两国贸易中包含大批米格21战斗机，还有通古斯卡、黄蜂等多个型号的防空导弹，全都是当时的尖端武器。这份合同签订后2个月，中印边境战争就爆发了。
尽管这场战争印度败得彻头彻尾，但苏联对印度的支持力度不减反增。即使80年代后期的苏联已经奄奄一息，但两国的军事合作还在不断扩大。1988年1月，苏联甚至向印度出租了1艘核动力潜艇。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名声凋敝，军火贸易成为其维持生计的重要手段。看着俄罗斯敞开的军火库，印度像是捡了个大漏，殊不知这时候俄罗斯已经做好了把印度往死里坑的打算。1996年，印度看上了俄罗斯的苏30战斗机，印度国防部与俄罗斯武器进出口公司签订了引进苏30的合同，合同价值18亿美元，包含40架该型战斗机。合同签订时，俄罗斯人告诉印度官员，俄罗斯将为印度专门打造适合他们的苏30 MKI 版本。不过，产品升级需要不断摸索，因此每一批送到印度的战斗机都会有一些小差异。印度官员认为这样的升级方式合情合理，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仅仅过了半年，俄罗斯就送来了首批8架战斗机。印度空军高高兴兴地接收了这批战斗机，然而飞行员们坐上去后才发现这哪里是什么苏30啊，这不就是换了涂装的苏27教练机吗？俄罗斯的骚操作让印度人傻了眼，但人家合同里说的好好的，谁也找不出反驳的理由。1998年，时任俄罗斯总理马科夫又一次找上门来，他告诉印度人，俄罗斯有一艘闲置的航母可以送给印度人，只要收个1美元的象征性价格。不过维修航母和添置战斗机的钱得印度自己出。这时候，印度自己唯一的维拉特号航母还是2战期间太空建造的，英国人用了几十年，印度买来后又用了几十年，早就不堪大用了。印度人一想，这买卖划算啊！经过一番谈判，他们在2004年跟俄罗斯签订了购买和维修合同。按照最初的合同，印度要支付9.74亿美元的维修费用，另以5.25亿美元购买16架配套的米格29K 战斗机，他们可以在2008年收到这艘航母。航母交付的时间一天天临近，俄罗斯却突然带来了一个坏消息，航母的部分图纸丢失了，部分设备需要重新设计，交付时间延后，维修费用也得再加点。几个月后，又一个消息传来，维修费用上涨，钱还得加。到2008年年初，维修费用累计上涨到了21.74亿，是原来的2倍多。印度起初不想付这笔钱，但俄罗斯国防部的官员表示，不想买也可以，但费用只退你4亿美元。任凭印度政府如何抗议，俄罗斯就是一分钱不加。无奈之下，印度在2009年1月派官员到莫斯科谈判，结果俄罗斯人告诉他们21.74亿也不够了，总共得29亿美元。想必印度这时候也知道自己当了冤大头，但是前期的钱已经付完了，不加钱就血本无归。最终，印度把维修费用提高到了23.4亿。2012年，这艘航母终于维修完毕，印度赶紧把航母接到了印度，名字改成了现在的超日王号。结果当年这艘航母就发生爆炸，8个锅炉炸了7个。2019年、2021年、2022年又接连发生火灾，基本一用就坏。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啊。可印度在俄罗斯这里吃了这么多苦头，难道他们没想过换个武器来源吗？当然想过。与苏联相比，美国与印度的军事合作时间要稍晚一点，但合作的力度却一点不输于苏联。真正引起美国关注的还是1962年的那场中印边境战争。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刚上任没多久，看到有一个国家可以牵制中国，他比赫鲁晓夫还要高兴。这场战争打到10月份，印度已经弹尽粮绝，所剩无几的外汇储备也不够尼赫鲁买几发炮弹的。山穷水尽之际，尼赫鲁向肯尼迪发出了求救信号。尼赫鲁的求救电报10月29号发送到白宫，11月1号美国就空运来了第一批装备，外加一个军事供应代表团，方便以后印度向美国要武器。战争结束后，美国单独给印度提供了6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又拉着英国一起援助了1.2亿美元，迅速帮印度回了一口血。此后，尼赫鲁开始搞5年国防计划，立志要将印军从不足50万人扩充到100万以上。当印度官员带着计划书到华盛顿要钱时，肯尼迪怎么看怎么不靠谱，但还是给印度批了5000万。尼赫鲁活着的时候，美印军事合作大有超越苏印的趋势。不过尼赫鲁死后，他的女儿印迪拉甘地却把这件事办砸了。尼赫鲁死时，印度官员正在拿着一份新的清单跟美国政府讨价还价。印度想要美国的 F-107战斗机，但美国官员碍于巴基斯坦的关系，只愿提供相对落后一点的 F-6A。尼赫鲁的死打断了双方的谈判进程。等国丧搞完后，印度直接去苏联那里要了38架米格21战斗机、90辆坦克、20架米4直升机。美国人本以为印度已经倒向了自己，因此此次印苏的军事合作让时任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大为光火。又由于英迪拉的执政方式与美国预想的大相径庭，因此美英军事合作戛然而止。直到英迪拉第一次卸任后，两国关系才有所缓和。
至于新的大规模军事合作，那就是21世纪中国崛起以后的事了。不过，就算是合作，美国对印度的态度也是生意归生意，该宰就得宰。2010年前后，印度希望得到一款能够在战场环境下起降的大型运输机，俄罗斯向印度政府推销了自家的伊尔476。尽管这型飞机质优价廉，但此前接连几次被坑的教训让印度政府心有余悸，最终没有采购伊尔476。除了俄罗斯，就只剩下美国有同类型的飞机。然而，美国开出的价格却令印度人吓了一大跳，41亿实价，不讲价。相比之下，同样的飞机，美国卖给英国的价格是2.2亿美元，卖给澳大利亚的价格是1.9亿，就算是卖给卡塔尔也是4亿美元两架，还连带飞行员培训和备用零件。尽管美国政府明摆着狮子大开口，但印度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老老实实交了钱。事实上，这笔合同达成后没几年，美国就关停了 C-17生产线。美国政府显然把印度当成了停产前的最后一个冤大头。类似的案例在近几年的美印军火交易中比比皆是。2017年，印度从美国购买了145门 M777 榴弹炮，交易金额7.47亿美元，每门炮约合515万美元。同一型火炮，美国生产的成本价只需要70万美元，每卖给印度一门火炮，美国就能赚400多万的利润。就这样，这型火炮还是在2017年印度第一次试射时就当场炸膛了。不只是俄罗斯和美国，印度的军火来源几乎遍及所有的武器出口大国，而很多国家也确实都把印度当成了韭菜。90年代末，中国曾经和以色列达成过一项装备合作，中国出10亿美元和原型机，以色列为中国制造4架菲尔康预警机。受到美国的阻挠，这笔买卖最终没能做成，以色列准备的预警机设备只能放在仓库里吃灰。然而，到了2004年，印度也看上了以色列的菲尔康预警机，还是放在仓库里的那批设备。以色列卖给印度的价格是3架预警机11亿美元，每架约合3.7亿。原本菲尔康预警机事件搅得中国和以色列不欢而散，以色列人为此懊恼了好一阵子。没成想印度当了背锅侠，不但一点没亏，单价还翻了一番。这还没完，这批预警机印度人使用后非常满意，可就是数量太少了。2020年，印度又向以色列求购2架预警机，性能比之前有所提升，但还是菲尔康系列。这次以色列直接开出了10亿美元的天价。连以色列都在坑印度，英国、法国自不必多说，人人都在坑印度，印度政府也知道人人都在坑他，但这件事只能由印度承受，让所有印度人买单。如今的印度正在提升自主研发能力，不过光辉战斗机、阿琼坦克等项目的进程和结果表明，印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